天地烟瀑布。我这一趟行程呢，讲解起来呢，不能像讲解行程一样因为亲子旅游它是一种感觉，亲子旅游呢是一种呢，现在很难得一见的这一种旅游方式我是讲真的来你看这个呢是什么五福拳？你看大家丢钱也知道不是要打乌龟就很简单的丢了进去了就这个可以赚到一个愿望那大家有谁丢进去愿望回到家有没有成真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是可以看到的是爸爸妈妈跟儿女们出来旅游，那你可能会带着你自己的小朋友出来旅游，很少看到三代同堂出来的旅游基本上你要三代同堂出来旅游呢，第一个时间，第二个相处，第三个呢经济能力所以很多人老是喜欢讲，看到小王说哇，你带着爸妈去旅游我都会讲一句话，你的幸福快乐指数有多少没有很多的太忙的借口，是你要不要去做它而已你哪玩意去做，你一定做得到你愿意执行它，你一定做得到。所以很多人说小王你好忙你怎么有时间？所以我才会讲，你做得到，你一定会有时间像我自己有时候在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你们常常出来怎么不坐商务舱我常跟他们说，怎么坐商务舱纵使我有那个能力坐商务舱我也会把那个商务舱的钱留下来。为什么？将来存下来，带着我爸爸妈妈跟我的小朋友去旅游。这就是我每一年点点滴滴带着爸妈去旅游，都是慢慢的存一点钱，存了1年之后，顺便把他们带出去。真的有的人可能你去过全世界加一个所在去澳洲去佗啦，有无去南极去佗嘛拢好，去世界奇奇怪怪的所在去佗嘛拢好。但是当你呢，甲家己厝内底的人出来佚佗，迄个感受佫无啥相共我常常讲要甲家己的人出来佚佗是无遐简单的代志普通时阵大家虽然是恁家己恁囝啦、恁孙啦，但是呢，讲真的，真正大做伙时间24小时相处是很少的。我一直跟大家讲连我带我爸妈出来呢，都有很大的挑战。为什么？不要这样看呢，带爸爸妈妈出来会有压力的呢。因为呢，大家生活习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一趟的旅游当中，你知道吗？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那你今天长大了，你要吃啥？跟你爸爸妈妈观念有相共无普通时阵爸爸妈妈就算讲今年70、80岁爸爸妈妈嘛是个家己当作伊家己的囡仔相共，对你呢从头到尾的像小孩子的照顾，你是否能够接受？爸妈，我大汉了，你别个一直关东关西对不对亲子旅游的重点不在这，亲子旅游的重点是，其实在相处下来是一门学问要如何一群人这样子能够呢大家协调在同一个步骤一起来旅游，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但是它绝对可以带来给你永远无比的快乐。虽然在夏天的济州岛真热但是呢，你若讲规家伙出来佚佗呢，济州岛是一个真适合旅游的地点加方式因为团费无介贵。而且伊只行真侪景点呢，拢是这个主题乐园真适合大人囡仔做伙佚佗你讲泰国不一定泰国有的阿公甲伊佚佗孙仔嘛孙仔甲伊佚佗，阿公佫唔敢落呢但是济州岛真的蛮适合一家大小的，而且它很多地方呢热躲到室内来吧很多的亲子活动可以一起动手做啦像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个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呢，你看到这个全世界也是恭喜熊探姐鸟你看这一只猫在当时呢创造 Designer 设计出来的1976年它刚好跟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一样的这么大型的 Hello Kitty 乐园小朋友来了都会很喜欢的但是 Hello Kitty 别以为它都是粉红色，又有丹尼尔男的啦
海上橘色的球。是海女在工作。海女在工作。因为它下面呢是一个网，网里面就是海女在水深10米、20米的地方抓的一些鲍鱼、海参，然后呢放上去，然后再潜水，这样是海女在工作。黑色的头，它看出来有没有看出来？有人浮起来耶！它是一般下去的话呢，在海下面憋气差不多是2分到2分30秒左右，是没有带氧气直接下去，平均年龄都是在70岁左右。所以是海女，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海婆。就算是夏天呢、在底下游泳呢，哇，海边游泳还是觉得很刺激哦。像尤其是结了婚之后度蜜月旅行的话，就会到这边来旅行。石头爷爷呢是济州岛的守护神所以呢很多地方都会有。它有一个功能呢是有生育的功能。如果说新婚夫妇想要生儿子的话，摸哪里呢？摸他的鼻子。如果说想要生女儿呢，可以摸她的耳朵。能不能2个一起摸？双胞胎吗？对呀。双胞胎啊。济州岛呢有很多神灵，但是神灵呢都不是很喜欢贪心的人，所以呢只能摸1个。如果说摸2个的话，会生不男不女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神奇之路。你若来济州岛佚佗，一定要来到这个所在，其实跟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水往上流是一样的道理哦。在这附近呢的地方呢，有一条路呢，其实是斜坡路，上坡看起来就像下坡，下坡看起来就像上坡，被称为怪坡哦。那这就是神奇之路的特别啊，倾斜度3度的下坡路，因为视觉上的产生而变成了像这个情况啊。那在济州岛完全旅游起来比较轻松，虽然夏天有点热了啊，但是呢还是蛮趣味的。那在亲子旅游当中呢，咱所行的行程呢，当然呢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亲子的味道啊！你看从刚刚的神奇之路啦，哈，一路下来啦，哈，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我们来到了这个泡泡罐哦，绿茶博物馆哦，走向的都是比较大人小孩可以同欢的旅游哦，嘛会使看到哈，做地啦一寡制作的过程啊。咱到台湾呢，今嘛台湾哦，泡泡罐真多，泡泡罐真多，结合了这个什么商品还有结合了现在的产业所做出来的工厂型的博物馆工厂型的博物馆呢，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绿茶博物馆来看看绿茶博物馆它的制作过程呢，所以在台湾现在这种泡泡罐呢，工厂型的也非常流行那通常呢，像这种工厂型的博物馆呢，很看人经营这个经营好的人哇，是赚大钱经营不好的人呢，哇，你看全世界各地做这种产销型结合观光景点来做的博物馆呢，做不好赔钱人也大多的是非常多因为这种做博物馆呢，其实呢要很有行销概念的头脑那韩国在这一块区域呢，总是一个佼佼者做在这一块区域里面呢，也是很厉害的这种
博物馆、工厂型的博物馆呢，其实呢很烧钱啊，足了钱啊，足够开钱啊，钱开起来拢袂少啊。来，继续看摩托车秀表演。来，又到了另外一个文化体验馆。现在呢，先教大家做一下，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怎样做吧，因为在韩国家家户户做，所以我们也教大家一下。
的地方来涂一下，因为这边比较厚，所以这边呢一定要多涂一点酱。那现在呢泡菜都做好，大家认为可以吃吗？还没嘛。可以吃啦。有没有看韩剧吗？妈妈做泡菜一边做一边吃，对不对？一边做一边吃，所以现在的口感呢很脆很清爽。那有的人不会吃酸嘛，就吃现在的泡菜嘛，因为还没发酵嘛因为刚刚涂的关系嘛如果想吃酸的，等2天，等3天也可以。这个韩国文化体验馆，当然呢，皇上总是要几个妃子嘛没有啦，总是要穿上这个服饰这样子的服饰来拍摄一下。韩国济州岛以风多、石头多、女人多，有没有看到这里就一堆女人呢闻名的济州岛是韩国最南端的岛屿气候非常的温暖，所以呢，它拥有很强烈的独特的风土人情这里不仅仅是世界性的修身养性的地方。韩国很厉害把这个小岛炒作得非常热门因为呢，它除了让这个小岛要让它变得很有名之外呢，它这边举办了很多的国际会议包括承办了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的地方就在这个济州岛的西贵浦市济州岛的中央呢是以死火山汉拿山为中心，四周呢分布了300多座的休眠火山还有包括海岸地形的瀑布。但是这个地方当然它也盖了很多的主题馆，塑造出亲子旅游非常愉悦的一面现在你看，我们就来到了它的另外一个 Ecoland 生态之旅可以坐小火车，看看360多座小火山的感觉所以你看这景点安尼算算，是不是就了解到讲这州岛是不是一个真适合亲子旅游的所在但是呢，就算讲不是亲子旅游嘛，不要紧嘛不要紧，啥喏来这个所在佚佗呢，上大重点呢，嘛会使当做一个真近、真好度假的所在，因为对台湾来到这足近的佮包括呢，算时间这个天数呢又短很容易的度假这里的火山地形呢，覆盖了很多的岛屿，非常的美丽济州岛的四季呢有不同的色调，景致各有不相同所以不错，可以来看看，亲子旅游更棒了。介绍这个国家的时阵呢，有时候呢，我都会想到我怎么好像变成这个当地旅游的代言人学港不断 push 这个国家讲偌好耍，拄偌好耍其实是安尼啦出国旅游和所有的人开眼界之外呢，也有一个另外的重点咱那个外国的好的所在，甲学回来，学回来，把这些东西呢带向台湾，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好。难道你说是吗？不是老是讲自己国家的好，而是要看别人的好，把它带回来家己保家己都无好，对不对？要甲别人好的所在炸回来咱台湾。又在这个天然的洞穴里面喝咖啡我刚刚前面有介绍到济州岛的四季有不同的色调，欣赏的景致也有不同。春天的油菜花，夏天都是在这个岛屿跟海岸旁边玩，秋天它其实有一个叫做紫芒，可以欣赏
冬天还有雪景哦。不要看它夏天很热，它其实冬天是会下雪的哦。在这边登山啊、自行车玩伞啊都 OK 的。他家有大门呢。有钱对呀，阿姨说对，你看有钱人，有钱人家是有大门。那我们今天看到有钱人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到户人间，像是釜山啦、济州岛啦，它跟韩国最大的首尔有什么不一样哦？我感觉因其他的所在都还带有浓厚的韩国式的文化，包括看的这种民俗村哦。这种韩国式的文化呢，其实反观但一个韩国的首都首尔，你是看不到的哦。反而你要在济州啦、釜山这几个所在，你才可以感受到旧式的韩国式的文化哦。那我们现在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诚毅的民俗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哦，在韩国，你拿20-30当前之前哈，你来韩国你也看到汉衣哈，韩国嘛真侪人姓金哈，其实在韩国本岛里面，它是自己拥有汉字文化的哦。只是到后期呢，韩国强烈推行了去汉化啊，他不愿意让自己跟中国大陆啊有一点点的瓜葛啊，尽可能的啊。所以后来韩国你来到这的所在的时阵呢，你也在看到汉字呢，东西现在圈圈叉叉哈，汉字呢看得到的就没几个，但很特别的是，还是很难避免掉你的血缘关系。你看看他们的名字就是中文名字嘛。有无啊？韩国人咧叫的名嘛是中文名啊，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我觉得历史、血缘、文化很难以割舍，你可以创造自己，但是你要割舍以前其实比较难的哦。所以创造以后就好了，以前的还是历史，就把它留下来吧。成山日出峰哦，10年前的火山口来这边呢，要稍微爬一爬，但是我觉得成山日出峰的风景其实很漂亮，跟我们台湾的东北角其实有一点小港哦，那个景色啊，所以呢，伊上大的重点是伊等春天的时阵有油菜花的时间哦，迄个时阵呢是伊上大的旺季哦。韩国人真介意爬山哦，所以呢，韩国的济州岛我讲过有3座，石头仔座，因为这火山爆发喷出来的玄武岩真多，风真多，海岛嘛吼，风真头吼，查某囡仔多，因为查某囡仔拢出海去啊吼。济州岛各有3个无啦，无差啦哦，因为它很单纯哦，看起来像不像那个在秘鲁的一个火山岛的那个人头啊哦。可是再来呢，济州岛无啥无门啊，因为无插啦，要有门要创啊回，嘛是有门啦，以前无门啦，是以前啦。第三是无吸食吼，因为小岛型的国家，大家拢食拍拼出海去掠鱼啊，哦，这就是以前的济州岛吼。啊，你即摆讲敢无插啦吼，无啦门嘛是爱锁起来吼。以前的社会甲即摆社会要安怎比吼？即摆恁兜无炸门哦，不三不四啊吼。但是呢，在以前的济州岛3-5是没有小偷、没有门、没有乞丐。成山日出峰的楼梯呢，全部也都是由玄武岩所制成的啊，因为玄武岩多嘛，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得到有没有看到蓝天白云、绿草蓝海啊？一面喘气，一面呼呼的，哇，江水啊，跟我们东北角非常非常的像哦。济州岛虽然是一个海岛，但是你知道它好在哪边？它又比台湾好一点哦。台湾太潮湿了哦。台湾真的太潮湿了，就像我长期在台北，台北就很潮湿哈。虽然我很喜欢台北这个城市哈，但是呢，它的潮湿哈，夏天很热，冬天其实呢很湿冷啊。但是济州岛虽然是海岛，纬度的关系，它比较干爽，所以它不潮湿，比较干爽的地方就有很大的落差了。虽然在夏季的时候太阳很大啊。但是呢，有时候呢，到了晚上哦，因为比较干爽哦，晚上的气温下降的速度也快了一点哦，所以来到这的时候在佚佗呢，这个就会比较轻松。所以在台湾我最常喜欢的季节就是冬天哦，反正到了夏天那种湿、那种闷热，好像在一个大烤箱一样哦，哇，
汗流浃背，规身躯黏滴滴哦，足艰苦的。但是这个所在是干爽，一样都是海岛。네, 3만 원. 너무 많이 저쪽에. 아우, 그만 이거 여기가 안 꽉해요. 이거는 한 10개라. 10개 드시죠. 이거 다 현금 결제죠? 네? 현금이죠? 지금 올려준 걸 몰랐구나. 哎呀，大偶像太阳的后妈啊，不，太阳的后裔男主角哦。